上司公然在办公室看小视频，被送咖啡的女秘书撞见。秘书为了让年迈的父亲有个稳定的收入，跟上司一起玩了游戏，哪知对方竟趁机拍下小视频，并以此为要挟。尽管遭受非人虐待，他也丝毫不敢反抗，因为无良上司只要稍有不顺，就会偷偷的将父亲叫到没人处，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拳脚伺候，甚至还拿女儿作为威胁，警告他不要试图反抗。而父女俩都在相互不知情的状况下，被无良上司戏耍吃干抹净。为了不让对方担心，两人回家之前都会故意将伤势遮盖住。即使如此，每次两人在一起吃饭，女儿还是会看到父亲的伤痕，这让她既愧疚又无力。本以为自己命运将会一直暗无天日下去，哪知他好心救助流浪猫，却让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해결해줄게。从秘书的讲述中，超能力家族也知道了上司的恶行。就在这时，上司打来电话，命令秘书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酒店。母亲小美决定代替秘书去酒店解决无良上司。很快，小美就换上了性感的服装，来到酒店敲响了房间门。주경씨대신왔는데괜찮으시겠어요？猥琐的上司看到门外的小美，立马动了尝试的心思，哪知下一秒就被小美打晕了过去。超能妈妈小美替天行道，直接选了一把最锋利的刀。她叫的声音越大，恐怖的记忆就会在大脑里留存的越久。为了能让她对接下来的感受印象深刻，小美给上司扎上神秘药剂，防止他在半途下晕过去，然后打开摄像机将过程记录下来。吓得秘书父女俩在旁边直咽口水。小美不顾上司的求饶，随着音乐的响起，手术也正式开始。直到音乐声停止，小美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床上的男人奄奄一息，但摄像机里面的男人却毫发无损。为了防止给秘书留下心理阴影，小美临走前将录像磁带交给了对方，并叮嘱他们回家看完就会明白。如今上司的事情虽然解决了，可他以前被迫拍下的视频可能会流传出去。好在小美的儿子是个电脑高手，轻易的将照片视频删除了干净。醒来的上司人不人鬼不鬼的回到家，妻子看到他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反而质问他在发什么神经，因为在别人的眼中，除了他那怪异的动作，根本就和正常人无异。而这便是妈妈小美的超能力，她能篡改任何人的记忆。很快，小美在上司身上发现的手链和一起谋杀案死者戴的是同一款，而这种手链正是当地教会里的信物。随后，小美便拿着资料找到了牧师，将他找到的证据全部交给了对方，并提醒他最近发生的事情都是跟他们教会有关，被杀的女孩是他们教会的，制作不雅照片的是牧师收养的儿子，逼迫女秘书的男人是他们教会的长老。牧师的儿子负责寻找漂亮女孩，长老负责调查女孩们的资料，然后通过各种手段逼迫他们。得知这一切的牧师表示自己一定会彻查到底。等小美离开后，牧师来到长老的家里询问情况，可此时男人已经神经错乱，解开了绷带，露出渗人的切口，不停地说自己手被人剁掉了。牧师只以为他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并未放在心上，转而将小美交给他的证据交给了男人的妻子。男人看到这份资料，连忙跪在牧师面前，向上帝忏悔，保证会真心悔改。牧师却质问男人，死去的那个女孩是不是他杀的？妻子甚至男人的秉性，虽然管不住下半身，但是绝不是敢杀人的那块料。아닙니다. 동물병원 원장이 그러더군요. 우리 교회에 범인이 있는 것 같다고. 男人还没意识到自己到底哪里错了，只以为自己是因为风流成性。네가 가족의 믿음을 저버렸다는 거야.